你知道绿巨人从第一代到现在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吗？或许很多人会误以为第一代是无敌浩克，不过对于观影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来说，还知道一个版本，那就是2003年上映的绿巨人浩克。但我想告诉大家，其实这也不是最初代，真正的第一代是在1978年，可能现在就有人懵逼了，没关系，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，从那个连5毛钱特效都没有的年代，到科技发达的21世纪，绿巨人都有哪些变化。时间回到1978年，这是浩克首次在电视中上映，剧名是《不可思议的绿巨人》。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造型特别简单，仅靠一头假发和浓厚的眉毛，当然还有那标志性的裤衩，从远处看像极了野人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浩克有几集是穿白色的牛仔裤，这绝对称得上是稀有画面啊！忘了告诉大家，该片一整部都没有用到特效，也就是说，浩克演员身上全是实打实的肌肉。传闻当时制片方找到的是1级健美运动员，如果不知道绿巨人身世的人，还以为这是在拍动作片。不过以现在的目光来看，我觉得更像恶搞片，而且当时拍摄也不专业，绿巨人有很多幕都是直接往摄像机上砸，我有点担心当时的摄影师了。言归正传，接着来到1988年的浩克归来，当时他与初代雷神在同一影片中上映，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有了特效的即视感，但有个缺点，就是班纳每次变身都需要戴一次美瞳，导致很多粉丝评论这部电影确实挺费眼睛。不过与上一代相比还是好了很多，就比如增加了传统撕衣服的特写画面，目的就是让变身更有视觉感。大家注意看雷神的表情，他开始恐惧和害怕，这也能看出1988版的浩克是有多强大。不过还有粉丝说这是为了两人之后的大战埋下伏笔。从造型上看，78年和88年没什么区别，唯一一点就是裤衩换了颜色。接着来到1989年的浩克审判，当他发现自己的朋友被反派殴打时，注意看浩克的脸，感觉都要爆炸了。我当时还以为是红绿巨人版本，但他看到美瞳后瞬间懂了，这跟之前版本差别没有很大，几乎用的是同一个造型，而且身材也没有通过任何特效改动，都是真实的肌肉。说实话，不得不佩服当时的演员，这也完美对应上了那句话：特效不够，实力来凑。接着在1990年，制片方拍摄了浩克之死。没错，听剧名就知道绿巨人在这部影片中牺牲了，但里面还是有一些细节值得一说。可以看到以上4部都是同一个发型，但裤衩却每部都要换一件。最离谱的是，浩克在影片中就跟小反派玩起了捉迷藏。要知道，在如今版本中几乎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。最终绿巨人为了甩掉反派，选择了跳崖牺牲。至此，绿巨人电影被埋没了10几年，直到2003年，最还原漫画的李安版浩克卷土重来。你注意到了这几代绿巨人都有哪些变化吗？时间回到2003年，李安版浩克首次在大荧幕中亮相，这不仅是速度最快的一代，也是身材最饱满的一代。不过这个圆脸属实有点接受不了，由于拍摄是在近代，特效能力也得到了提升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段。这脚下巴是装了风火轮，我当时还以为浩克会飞，在实力方面绝对能算顶流，发起飙来徒手扔坦克都属于家常便饭，而且还防御极高，一般的子弹根本打不进皮肤，如果把他惹毛了，那下场只能是这样。虽然这部电影上映快接近20年，但放到现在来看依旧经典。接着是2008年，被广大观众誉为最帅又最凶悍的绿巨人首次上映，我敢说大部分都是被这个版本吸粉。虽然肌肉是靠特效，但确实很逼真，在影片中也完美展现了浩克的破坏和超高的防御。不仅如此，还把野性和愤怒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而且打斗的画面也非常真实，仿佛在方圆1公里都能感受到绿巨人的威慑力，甚至还开发了其他版本都没有的技能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部绿巨人也算是漫威宇宙的开山之作之一，通过个人电影方式把浩克的形象带到观众面前，为之后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。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都熟悉的马克版绿巨人，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复联1中，可以看到这个变身特效明显有了很大提升，而且身上的肌肉也是相当发达，标志性裤衩的韧性依旧很好，同样展现了浩克毫无人性的一幕，在追黑寡妇的途中简直像一台破坏机器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，发起飙来连雷神都要让3分。不过值得一说的是，在电影的后部分，班纳竟可以控制变身，这也造就了大家熟悉的名场面，而且还有了团队意识，最终携手复仇者打败了洛基与外星军团。随后来到复联2，我个人觉得在电影中被旺达控制的绿巨人是最凶残的，无论是从伤害还是防御来说，都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，就连托尼专门设计的反浩克战甲也被拆得稀碎。虽然这个版本在造型上与复联1没有很大改变，但制片方让我们看到了被完全激怒的浩克是有多强大。I'm sorry。你知道绿巨人在这几年都有哪些变化吗？时间回到2017年，浩克以一个全新的造型在雷神3中上映，身份也变成了萨卡星的格斗冠军。从战斗经验来看，
确实比之前几个版本都要强。不仅如此，导演还把绿巨人的破坏性完美呈现在了观众眼前。但更值得一说的是，这个版本的浩克在变身情况下也可以正常沟通，而且在影片中增加了许多搞笑和卖萌元素，或许是电影市场的需要。不过有细节粉丝认为是浩克已经真正掌握了自己的身体和人格，所以才会像小孩一样。从此之后，他又多了一个可爱的名字绿胖。就算如此，绿巨人还是会保持着一往无前的精神，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绝不退缩。Hulk, stop! Just for once in your life, don't smash! Big monster! 接着来到复联3，在电影刚开始，浩克就给灭霸来了一套不解释连招。我当时还以为灭霸很弱，结果 Let him have his fun. 通过这里也能看出来，在绿巨人可以控制情绪后，战斗力和愤怒都在逐渐下滑。如果是在最强状态，我觉得至少还能顶个一时半会儿。最后就是复联4中的绿胖，可以看到班纳与浩克已经完美结合，拥有力量和才华双修，成为了著名的浩克博士。而且造型上同样有很大的改变，不管是白头发还是外套，都在电影中首次亮相。或许这也表明之前狂暴的绿巨人将要消失在我们面前。班纳最终与浩克融合变成了绿博士，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那就是最初始的狂暴浩克到哪里去了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仔细观看了一遍电影后，这才得到了一个比较靠谱的答案。提前说一句，以下均为个人想法，如有不同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首先要知道，物理学家布鲁斯·班纳在一次意外中受到伽马射线的辐射，从而身体产生变异，因此一旦情绪失控，就会变身成拥有独立人格的绿巨人浩克。有网友认为是辐射导致班纳产生了多重人格，其实并非如此。电影中虽然没有解释，但我们可以在漫画中找到证明。漫画中的班纳在童年时遭受了父亲虐待，已经有人格分裂的预兆。那场意外只是间接激发出他身上的其他人格。在漫画宇宙中，班纳分裂出的人格多达20多种，每一种人对应不同形态的浩克，而电影宇宙中只展现了野蛮浩克和绿博士两种形态。漫威的剧集女浩克也从侧面给出了印证。班纳的表妹珍妮弗在车祸中受伤，班纳的血液意外进入了珍妮弗的伤口，导致珍妮弗变成了女浩克，但女浩克却仍保持原有的人格，这证明班纳有多重人格并非辐射所致。不过住在同一个身体里的两个人格相处的并不愉快，于是班纳多年来一直游走于世界各地，寻找控制愤怒的方法，而浩克也不甘心被控制。在电影复联1中，班纳还主导着身体的控制权。黑寡妇找到班纳，希望他变身成浩克阻止洛基，但被班纳当场拒绝。可当洛基带领外星人大举入侵地球时，班纳还是选择变身绿巨人，和复联成员一起抵御外星人，最后更是把洛基揍得地板开花，怀疑人生。此时的浩克就是班纳的超级打手，只有在需要时才会出现。但在复联2的电影中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在浩克被绯红女巫的魔法扰乱心智后，不受控制的对城市大肆破坏，多亏钢铁侠穿上了反浩克装甲才把他打醒。当他看到受伤的民众惊恐地望向他，在废墟中四处奔逃时，他才意识到人们并不喜欢他，相反大家都害怕他。无论他拯救地球多少次，这让浩克感觉自己被利用了，人们并没有真正的尊重他。这也预示着浩克的人格开始觉醒。在帮助复联彻底摧毁奥创后，浩克并没有归队，而是独自坐着飞机飘向太空。他虽然外表强悍，但内心其实很脆弱。此时的浩克已经有自己的意识，不想再被班纳控制。在雷神3的电影中，我们终于见到了失踪2年的浩克。这2年间，他一直保持着浩克的人格，直到索尔无意间打开了黑寡妇的影像，浩克才交出身体的控制权，变回班纳。尽管在最后的诸神黄昏中，班纳再次变身浩克，拯救了阿斯加德的人民，但班纳也意识到浩克已经彻底脱离了他的掌控。直到复联4的电影中，班纳和浩克才终于和解。在伽马实验室中待了18个月后，班纳和浩克的人格融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由班纳的意识和浩克的身体组合成的新形态绿博士。那么浩克的人格哪儿去了？有些网友提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，认为浩克并没有消失，消失的其实是班纳，因为浩克已经能完全掌控身体，他的力量又非常强大，完全有能力吞噬班纳的人格，所以绿博士才会以绿巨人的形态出现。也有网友觉得是班纳的人格覆盖了浩克的人格，理由是绿博士去见古一法师时被对方一掌打得灵魂出窍，但身体里的灵魂却只有班纳没有浩克，说明班纳已经覆盖了浩克的人格，只留下了他的皮囊。其实真相并非如此，因为电影中早给出了答案。班纳在成为绿博士后告诉复联众人，他不再把浩克看作是一种疾病，而是把浩克看作是一种解药，说明班纳不再排斥浩克，他学会了接纳并愿意和浩克共存。而浩克的人格代表的正是班纳全部人格中的本我和儿童期的一部分，所以融合后也随之成长，变得不再愤怒。虽然我们在绿博士身上看不到浩克的影子，但浩克并没有消失，证据就在复联4中，绿博士再次见到女武神时管她叫疯丫头，而这正是雷神3中浩克对女武神的称呼，说明绿博士已经拥有了浩克的记忆。而在融合成为绿博士之前，班纳对变身为浩克的记忆一无所知。在之后的电影上汽和剧集女浩克中，绿博士又变回了班纳，说明班纳的人格也没有消失，所以融合后的绿博士只是绿巨人的另一种形态，而非不可逆的结合。在未来的电影中，我们一定还会再次见到那个喜欢乱打乱砸的浩克。
当绿巨人遇上红坦克，你觉得谁能更胜一筹？两位都是来自漫威的大块头，拥有几乎无人匹敌的力量和变态的防御，这也使得很多漫威迷会去猜测谁强谁弱。但很可惜，他们出演的系列不同，导致无法在电影中对比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你将在这个视频中看到结果。为了让对比更有说服力，我收集了漫威电影宇宙的大量资料，将他们的综合能力拿来一一分析。总共有3个回合，首先从力量开始。不难想象，这两位超级英雄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实力，比如浩克，仅靠一击就阻止了巨大的外星飞船，像这种汽车门能随便当纸一样撕破，还有徒手扔坦克都属于家常便饭。此外，随着愤怒的增加，绿巨人的力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强，最终不仅打败了比自己强大的憎恶，并差点在萨卡星上赢了雷神，就连上古神兽芬利尔也不是对手，甚至打歪了索尔特尔的王冠，还在复联4中靠一只手撑起了半个复仇者联盟总部。说了这么多浩克，现在来看一看红坦克的实力如何。可能经常有人误以为他是变种人，其实红坦克的力量来自邪神赛托拉克，这使得他一拳就可以摧毁整个桥梁，而且还能毫不费力手撕小贱贱。举起辆大型校车也只是战斗前的热身，面对1v3同样占据了优势。此外，最坚硬的变种人刚力士在他面前都毫无作用，就连官方也没准确告诉红坦克的极限力量。说了这么多，正如你所看到的，我们无法判断哪个角色力量更强大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一回合都得1分。接下来开始第2轮测试，如果拿绿巨人和红坦克来对比，你觉得谁更强？现在进行第2回合，防御力。除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，绿巨人和红坦克还都有变态的防御。我们都知道，浩克的皮肤可以达到完全防弹，能承受几乎所有类型的伤害，包括爆炸、激光炮，甚至雷神的闪电。如果绿巨人受伤严重，他的伤口会在短时间内愈合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再生因子。此外，别忘了他还成功使用了漫威电影宇宙最危险的神器——无限手套。要知道，就连灭霸都很难承受这个伤害。但尽管如此，红坦克也不是软柿子，他对所有的物理伤害都非常的无懈可击。红坦克的皮肤几乎完全牢不可破，并对疼痛具有很强的抵抗力，即使被刚力士重重一击，也只是不痛不痒。如果受伤了，红坦克的自愈因子能够以超人般的速度再生，他的骨头、皮肤和肌肉要比普通人密集好几倍。这不仅对他的力量和防御有很大的帮助，而且还促成了如此夸张的体重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也能看到绿巨人和红坦克都有惊人的防御，所以没有人能保证谁会赢下此局。毫无疑问，这回合又是平手。但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，第3回合我们来对比他们的特殊能力和技能。原来绿巨人和红坦克竟有这么多相同点，可能目前就有人疑惑了，他们到底谁更强？别着急，现在就来进行最后一轮对比，也是大家熟悉的特殊能力和技能。就先拿红坦克来说，他的战斗技能非常熟练，以至于能毫不费力击败刚力士和死士。最离谱的是，红坦克的咆哮甚至都能吓跑对手。此外，他做到了真正的无法阻挡，一旦朝某个方向前进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停止他的行动，因为他会摧毁所有障碍，以达到他的目标位置。而且红坦克拥有无限耐力，这让他能够不休息也能战斗，身体素质每时每刻都在最佳状态。尽管他体型庞大，但奔跑起来还是足够厉害。经数据可得，红坦克的速度有每小时177公里。此外，在死侍2中，红坦克的头盔不仅让他免受物理伤害，还能保护心灵的攻击。说了这么多，接着看一下对手的实力。当谈到绿巨人时，我们不能不提到布鲁斯·班纳。作为一名科学家，特别是在生物化学和放射物理学方面，他拥有天才般的才智和渊博的知识，为复仇者带来了不少的帮助。除了班纳之外，绿巨人也有很多特殊能力，就比如他强壮的腿部肌肉能使自己在短时间内拥有超人般的弹跳，不仅能轻易追上一架超音速飞机，甚至还能抓住从太空降落的钢铁侠。此外，他也可以通过拍手或者撞击地面来产生巨大的冲击波。以上这些技能都将浩克在对比中提供明显的优势，最终使他成为该回合的赢家。虽然两个角色都非常强大，但从综合能力来说，还是绿巨人更胜一筹。好了，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对我这个结果是否有什么看法呢？如果有，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，希望能收到你的反馈。有想看的系列也可以说关注我，下期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视频。